我只知道老一辈只要有2个兄弟，有3个儿子的基本上都是活的，1个女人嫁给2兄弟这样子有。也有2姐妹嫁进一家里面有3兄弟的啊，跟他们一起生活，生儿育女的也有。没办法，以前是妥协的。In my last episode, I reached China's most primitive village, Eya. Until 2010, it was only accessible via foot or horse. Had been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for over 400 years, life in Eya remains quite primitive, especially their marriage form. Among over 200 households, around 80 are in polygamous marriage, and mostly polyandrous marriage. This means one woman marries several men. It's hard to imagine a lifestyle like that, so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it. I revisited the family from yesterday, the family that treated me with a wine. I'm so curious about this communal marriage, so I decided to ask her. 想问一下，听说俄亚大村有那个火婚嘛？我只知道老一辈只要有2个兄弟，有3个儿子的基本上都是活的，1个女人嫁给2兄弟这样子有。也有2姐妹嫁进一家里面有3兄弟的啊，跟他们一起生活，生儿育女的也有。我婆婆以前是火婚的，但是后面因为合不来就散了。以前是他们家3兄弟，然后我们家大公公还有2个弟弟，木子他们。然后，后面，哎呀，跟妈妈在一起啊，就不哭了。后面因为他们3个合不来，刚开始火了，我婆婆有3个孩子，3个孩子都生了以后，他们才走的。那3个孩子是三个人的吗？还是？他们刚开始是有这个夫妻之实的，后面是没有，就是走了就走了，一走2只没有负责，因为咱们这边就是跟着谁就谁来养这样子的。就是孩子跟着谁就谁来养。对，公公跟着大公公就跟他来养。对，有些主内，有些主外，有些出去上班呀，有些就家里面干农活呀。现在的话，以前是因为没搬上啊，天天在一个房间里面，肯定是有点这个是不是？肯定是有合不来的。没办法，以前是妥协了，没有办法，是不是？父母安排时间，2家人用提亲的方式去给他们撮合在一起的，说让他嫁给我们家2儿子啊，然后对方父母同意了，女生没有反抗能力的话，不会去反抗，这样子的。那其实女生也挺辛苦的。辛苦，每天我们这边反正这边的女性的话，就是每天的，家里面的琐事都是女生来做的，比如说做饭呀，卫生口呀，洗衣服啊，就每天早早的6点样子就起来，家里面烧火做饭，等老公们起来了，孩子们起来了，就直接是吃饭这样子的。Communal marriage is a strategy to survive the hard life. It can also fail, but how about the families that stay in this marriage?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Douyin, I found a girl, Guma, who grew up with 2 moms. In a while, I'll be meeting a local girl called Guma. I found her on Douyin, which i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ikTok. She has over 1 million subscribers on her channel, and this is just insane when I think about how disconnected this village is. I have so many questions to ask. I want to know about the village life here, about how she became a TikToker, about the communal marriage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s, and I just hope that she would be open enough to talk about the last question, which might be too private or too embarrassing. 走吧。好的。Some minutes later, I run into Guma. She's on her morning routine, doing online streaming. She walks around the village, shares her life story on the phone while selling local products. So basically, she is filming everything while talking to anyone who is watching her channel. 哇，你这一天要播几场呀？3场。啊，
就早晨一场，中午一场，晚上一场。对。哇，那每次播几个小时呢？每次播的时长都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甚至如果说带货的话，要播3个小时这么多。哇，那真的是还挺忙的，在这边。这个对。Staircase is so narrow. 哎呀，咱们来家吧。啊，我们家这里就特别小，这一层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房子特别小。你看，这个是我今天在山上挖的蒲公英啊，那个嗓子芽，这是花椒啊，这就是花椒。对，山上摘的，我跟我们家大姑姐去山上摘的花椒啊，野生的，对，野花椒，你得把它这样子揉开，然后把这个籽啊，这个黑的籽就不要了，就只要它的那个壳，这个红的壳就可以吃。So this is actually Sichuan pepper, the Tom numbing material spice in the food. 过2天我就要去收花椒，每家每户就会去收。我也在就在村里收。我在当地我也算是带动了当地的一些经济。把他们的这个3农进行一个变现，还是做到了的。就帮乡亲们卖东西呗。对，以前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人来收的嘛。所以现在呢，我来收。他们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变现，对不对？对，挣点钱。So now I'm meeting her Guma. She's actually a very talkative, very kind girl. 实际上，这个火婚的这种习俗，按照老一代的人来讲的话呢，它是在土司时代。你看到这个俄亚的周边，它的土地很贫瘠。那个土司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从而有的这么一个债规。哎呀，你想一下，你2个儿子，你的儿子，大儿子娶一个妻子，小儿子娶一个妻子，那个时候又没有一个计划生育，又没有一个办法不让你去生孩子，对不对？像这么落后的地方，孩子一旦怀上了，你肯定只能生。那么你生1个生2个，你生你的，他生他的，那人口增长就很快，那这土地肯定不够用。那土地不够用了，那五谷杂粮的收成不够了，那肯定是要饿肚子的呀。所以说呢，2个男人合起来找一个，3个男人合起来找一个吗？2个男人合起来找一个，他的人口增长就控制了1半。3个男人找一个吗？他还2/3都被控制下来了嘛，对不对？那倒是。对，这个就是一种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一个初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这个日子过得慢慢的日子过得变好了之后呢，这个火婚呢，就是被当地的这个村民自行的流传下来了。这个地方呢，它到今天都没有这种机械化的一种设备，没有这种现代化的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农活都还是要用纯的人工，所以说家里面为了这个提高他的一个劳动力，然后呢还再一个就是不分割他们所谓的财产，然后再不分割他们的1亩3分地，所以呢，当地的村民还是会说，哎，我们家有2个儿子，还是只娶1个妻子，3个儿子呢，还是让他只娶1个妻子，就是只有那种几个兄弟一家的几个儿子娶1个老婆，对，他一个女人几个老公，并不是说找得上门女婿。也不可能是说这我的2个老公里面，这边这一家的1个人，那边那一家1个人，不是这个样子。你得首先男方你得是一个家里的兄弟才行。那这边有没有那个几个女的嫁1个男的？有这种情况？像我们家就是呀，我们家就是2个妈妈嫁的我爸爸1个人。我的2个妈妈是亲亲的2个姐妹。那户口本上咋写呀？哎呀，以前的那种户口本你都看不懂。我小妈在我们家上的户口本，小姨。就是上的是小姨，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成员了呗。对，就是但户口本在一个家里，但是她的名称是家庭成员关系是小姨。Guma took me to her parents' place. She has a big family, her 2 moms, 1 dad, and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One of her sisters was married to 2 men, so communal marriage is nothing too strange to her. 就是你有多少个兄弟姐妹呀？6个，是大姐，加隔壁，2个丈夫，
大哥娶一个妻子分家出去，现在家里是二哥，然后我是老四嫁人，妹妹老五也是嫁了人，然后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老六是还没有结婚。我们家家庭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因为有2个妈妈，所以生的孩子就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家的话呢，孙子孙女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你长在这样一种家庭里面是什么样一种感受？不会有太多的一种想法，是说我的家庭好像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说我有2个妈妈，就不会有那种说我跟我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我会有那种自卑的感觉，倒不会，反而会觉得说我有多一个妈妈的那种关心跟疼爱。可能说人家坐月子生个孩子坐月子，人家只有1个妈妈照顾，我有2个妈妈照顾，这个样子的。对，大家庭它都是一个视如己出、一视同仁的，就不管是说有多一个爸爸还是多一个妈妈，大家的生活都是很平等的，就妈妈们的相处方式也很和谐，就是不管孩子是谁生的，都是一样的，对，都一样。那你的2个妈妈她们怎么分工呢？分工比较明确的，大妈妈主内啊，小妈妈主外这个样子。主内呢，主要负责一些跟亲戚的一些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家里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在家里带孙子呀。然后的话呢，主外的话主要是针对的是山上的一些猪鸡牛羊要去喂养，然后地里的活儿呢还是会儿女去干。It's a big family, and her big mom is preparing food, and she's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the household chore. Her father is sitting at the corner of the room with some friends. This is a typical Naxi people's living room. So in the middle, there is a fireplace where they can cook water, cook food. Her mom, Big Mom, is busy preparing the food, breakfast for everyone. A typical breakfast includes some tea, grilled eggplant with tomato, some pancake. The food is simple but fresh. 我们这边是很少，基本不吃剩菜剩饭的。反正就这一顿吃不完的也是有猪，会倒给猪，然后我们又做新的，虽然吃的不是很好，但是都是吃的是生态的东西。对对对，茄子自己家的，对，番茄自己家的，肉自己家的，油自己家的，就所以就说很多人都会说，你们鹅它是靠什么挣钱呢？其实它挣的不多，但是用的也不多。你除非1年1身的新衣服，对不对？只要家里面没有病人，其实基本也用不上什么钱。I never had the chance to talk with her parents, so I never knew how they feel. For the older generation, communal marriage is too private to talk about. Today, young people like Guma don't have to follow the same tradition. She's now married to one man and forms a happy family. But her older sister was less lucky. She was arranged to marry 2 brothers. Although she didn't want to,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啥都想过，但是现在孩子大了，可以存在了的话，是我更希望是只有一妻一夫挺好的，好像我觉得。有一点点是有矛盾，但是我也不管他们，他们也不管我，各谁各过的是，这个也挺好的，好像。现在过着成这样，已经没有重新来了。The polygamous marriage tradition used to be an embarrassing topic. Yet, on China's social media, Douyin, more locals are open to talk about it, as the topic generates traffic. Guma is the first one to talk about it, and now she has become a local influencer who shares Naxi culture and village life. She built a career while living in China's most primitive village. With over 1 million subscribers, she sells local products during online streaming and makes a good living out of it.
就是你为什么会想到做直播、做主播这个事情？其实我在2年前，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直播这个东西。我是做酒店管理的。我在木里新城是一直以来都是做酒店管理。我偶然间有一次回到这个家乡，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人就直接视频录着到了我家里，然后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到你的家里来录一下视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视频录了你是要干嘛用的呀？因为我这人嘴巴比较多，我就喜欢会跟别人去问很多东西，然后他就说抖音啊，我们在发这些作品都会发到抖音上去啊，剪一剪，我就随便了解一下，后来我就在百度里面搜索关于抖音这一块，后来我了解之后我就说，哦，这东西原来可以挣钱。那我就说我这人嘴巴那么多，我又喜欢去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然后我就发现还有个叫快手，还有个叫抖音。我就说扎进去了，一头就扎进去就研究。我说我要辞职，那工资我不要了，我说我要去创业，我就回来了就开启了我的返乡创业模式。现在就是播到今天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也可以说很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带货主播，三农，我只卖我们自己家乡的东西，或者说只卖这种正儿八经的正宗的山货，就没有去带过别的东西。所以说很多村民都不理解，就说我到底一天天拿这个手机自言自语，我一天天在干什么？后来慢慢的，就你看我们现在村子里面，就我们单这一个村，主播都已经有了100多个，100多个啦。哇！所以说当地的经济还是算是带动起来的。After some chats, I stayed with her for a home meal. I'm going to share the dinner with them. We have a lot on the table. 这个是香肠，是你们自己做的是吧？The homemade sausage, tomato with egg, eggplant, 腊肉，炒的菌啊，蘑菇，干菌子 ，and glass noodle， 米线，拌小米辣，哇，土鸡蛋，番茄，自己家种的茄子，加小米辣，全部都是自己做的，对。Everything is homemade. Guma's success has inspired many young people to turn to social media to make money. While walking the village, I saw many girls are doing online streaming, sometimes at home, on the roof, on their way to the farm. I wondered if they can make money, so I walked into one girl's house. I saw other girls who are also doing online streaming. 你也在直播吗？我不是直播，我是想拍一个关于那个鹅鸭大村的那个视频，然后就看见好多女孩在直播嘛，我就有点好奇，想问一下你们。你们有多大了呀？今年20岁了我，他19岁。19岁，然后你们俩都直播吗？没有，没有。那你是每天都播啊？对。播了多久了呀？快1年了吧。那你的账号叫啥呀？小扎吉。小扎吉。对。小扎吉。小扎吉。对，吉祥的吉。你播的时候都跟大家就是播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些日常。就是聊聊天，唱唱歌这个样子。算是一个才艺主播吧。就旁边还有一只麦克呢。对。因为昨天我经过这儿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唱歌。但是我不太好意思上来，我想可能有点忙。没有，就随便唱唱，其实也不是专业的。那就是我看这个村子里面有很多人在做直播，能挣钱吗？做直播就是看运气吧，我觉得如果运气好的话会挣一点。对，零花钱。就1个月，方便问吗？1个月，因为我的话才放假回来，我的话就是挣不到多少。那你有多少粉丝呀？现在？7000多吧，但是我人气一直不高。你是有的时候播，有的时候不播？对的，因为我在学校都是不播的。你就只有放假回来这2天才能播一下。The girl said that she only earns from the audience's tipping, but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For the majority, it isn't a full-time job, but a way to earn some pocket money. Perhaps that's also something fascinating about Eya. It remains so primitive, yet now it finds a way to connect to modernity and a bigger world outside the mountains.
Now I have my luggage and I plan to leave again. I didn't find a bus, so I plan to walk to the roadside and try my luck to see if I can find a car who would like to give him a lift to Daocheng. It's about 200 kilometers away, and by the end of the video, I hope you enjoy watching it, and I hope you enjoy the unique culture of Naxi people. As to their communal marriage, it's really a strategy to cope with the difficult life here in deep China. And yeah, that's it.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bye bye.